哇，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鬼城的门口了，门前就是白无常跟狒狒。这是谁啊？这是白无常，这是黑无常。我是粉无常。粉无常。大家好，我是狒狒。我们今天在重庆市的丰都县来参观，这边有个景点叫丰都鬼城。这后面这两个字啊，鬼城，听着还蛮害怕的。我现在身后就有一个应该是铜的雕塑吧，上面写的是白无常，手拿了一把伞，右手拿了个扇子，白无常。哎，那个电视剧里面那种长舌头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黑白无常。哦，只不过他的舌头没有低下来。这个看着又是一个非常正常普通的一个人哈。对，老者的形象。这鬼城的景区就处处都有那种说不上来的诡异的感觉，然后它两边放的这个面具，还有那边也有一些商户，在卖那种厉鬼的面具。你看刚才看到的商户每个门口的灯笼都挂的是蓝灯笼，对，好诡异。对，就是这边这个整个景区以及它周边环境营造出这种氛围，就是一种和你平时接触不到那种感觉。对，还有索道啊，缆车，这个很高吗？不是很高，我看攻略不是很高。到景区门口了，准备入园。对，这个游客中心修的好大呀。对。然后上面这俩字儿感觉挺那啥的，白底儿黑字儿，鬼城。有鬼城的气势啊，这个门牌。听见没？里面还有音效，就这样的。我们准备从这个游客步行道走上去，这边也有缆车可以坐，但缆车一是花钱，二是走路据说也就不到1个小时上去了，所以我们打算步行上山。哇，这白无常笑着伸着舌头，好可爱呀！你也来了。上面写的字是你也来了，好吧？看舌头呢？仙境一样的地方，我们约来到了天宫。然而，我们却来到了奈何桥。这桥边有没有孟婆卖汤的呀？哎，还真有一个哎，看。哦，真的有孟婆汤。都是甜的，走吧，我喝了。你喝。桥下一方形池，长12米，宽2.15米，名曰血河池。《西游记》对血河池有描述：时有鬼哭与狼嚎。血水浑波万丈高，无数牛头与马面，狰狞把守奈何桥。哇，写的真形象啊，都能想象来哈。就是你就想象它那个里面从那个雾里伸出各种手啊，来抓你。民间传说是100年之后的亡魂都要过奈何桥，善者有神佛护佑顺利过桥，恶者则被鬼卒打入血河池受罪。这个是鬼城的代表景点之一。奈何桥是连接阴间与阳间，审视罪恶与善良，宣制生存与死亡的试金桥。所以我觉得在古代的时候呢，不管是佛教呢还是道教，包括我们的传统的儒家里面，都是很讲究因果报应、惩恶扬善的啊。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鬼门关，这个应该也是丰都鬼城景区的一个核心的景点。这边有个介绍啊，讲到说鬼门关呢是传说中划分阴阳的分界线，说是人死后啊到了地狱等候发落，必经这座森严的关口，然后两边呢有16鬼王和把守的小鬼看守，于此盘查过往的亡魂。如果在世为善的亡魂，会携路引便能顺利通过；而如果在世作恶的亡魂，则会被苛刻盘查，验明身份后押往十殿受审，然后打入地狱受刑。和那个奈何桥也是有点像。
我们要走黄泉路了吗？黄泉就跟我们说的那个酒泉是一个意思。我们常说九泉之下，并不是指9层泉水，而是指特别深，拿酒泉来代表一个深的那个程度。酒泉呢也称黄泉。这个黄泉路呢，也是我们中国古代那个鬼文化中传说的通往阴曹地府的必经之路。那我先走吧。好的。黄泉路上我先走吧。幽冥黄泉亦非真，红尘生涯原是梦。应该先念这边。对。红尘生涯原是梦，幽冥黄泉亦非真。走吧。我现在走的这条呢，就是黄泉路。你知道为什么叫黄泉吗？这个也是和我们中原地区的丧葬文化有关的。因为中原那块呢，大多数都是采取土葬的方式。那在挖墓穴的过程中呢，经常会挖着挖着就会碰到有个地方会出水，地下水的位置嘛，然后混着那个泥土，就黄色那个水，会把那个叫黄泉。所以在古代的时候，他们就认为中原地区呢，如果挖到黄泉了，黄泉的下面就是人去世之后居住的一个空间。哦，这样子啊。望乡台始建于西晋，1985年复建，原指古代久戍不归或流落外地的人为眺望故乡而登临的高台。后来成为神话传说中人死后眺望阳世的家乡和亲人告别的地方。我们现在到天子殿的门口，天子殿也是始建于西晋的，俗称天子殿，以前也叫过阎王殿，就是供奉阴天子的6米高坐像。我们现在在的这块这个大殿呢，就是阎王殿，两边有牛头马面，还有各种大小的鬼王啊。上面有2个牌匾，里面那个写的是善恶昭彰，这个写的是乾坤一气。也就是说，你看那边还有那种类似于阳间丞相那种角色的人。对。来到这个地方呢，可能是给你生前的那些作为来盖棺定论一下，然后你该去天堂该去地狱，这边应该都是有一些论断的，就是看似很公平啊，但实际上呢，在吴承恩先生的《西游记》中也对这些东西做了很多的批判。比如说呢，像孙悟空，他可以用自己的关系或者说自己的那个武力权势去迫使阎王爷把生死簿上的内容给他改掉，所以说那部作品还是很现实很讽刺的。在这个天子殿的旁边有东地狱和西地狱，我刚走到这边灯就亮了，哇，就是对人生前，就刚刚费说那个对人的生前做各种评判的，都能看得到。这个景区呢，也是一个纯人文的景区啊，它是结合了我们国家的道教，还有儒家，以及吸收了佛教里面的一些思想。另外呢，也结合了中国古代传说里面的关于鬼文化的一些内涵，结合起来。其实参观完之后呢，虽然说景区不算很惊艳啊，没有我想象的好，但是也能感受到一些东西。第一个呢，就是像里面这个景区所宣扬的那些，有人活着的时候一心向善，以后才能有福报。如果说呢，人活着的时候不忠不孝不义，那以后死掉之后也会有很不好的一个归宿和结局吧。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人活着的时候，首先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也要珍惜身边的亲人。无论关于鬼的这些传说，还有所谓的鬼文化是真是假，但是呢，人的衰老和死亡就是一个自然的规律，所以大家还是一定要珍惜和善待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告别了万州大瀑布，我们一路向着丰都方向前进。路过中线时，我们顺道去参观慕名已久、被誉为中国7大奇观之一、世界8大奇异建筑之一的石宝寨。据统计，每年有中外游客20多万人来参观，并且登顶这个有400年历史的古代木质寨楼。可是这个寨子仍然挺拔地屹立在长江之中，让人不禁感叹中国传统工艺的巧夺天工。
石宝寨位于重庆市忠县境内的长江北岸边，距忠县县城大约40-50公里。从空中来看，有一块巨大的石头立在滔滔长江水中，而石宝寨的主体就是这个形状奇异、垂直比例的巨石。此巨石相传为女娲补天所遗的一尊五彩石，故称石宝，且巨石形如玉印，故名玉印山。明末谭弘起义，自称武陵王，据此为寨，石宝寨由此而来。石宝寨在国内的名气不算非常大，但却吸引了众多的外国游客。正是因为美国探索频道报道它为世界8大奇异建筑之一，世界8大奇异建筑中国就有2个，一个是万里长城，而另一个就是这个默默无闻的石宝寨。石宝寨如此奇特的原因就在于它的结构和它目前的地理位置。从结构上来看，石宝寨共12层，高56米，全部是木质，是我国现存体积最大、层数最多的穿斗式木结构建筑。木结构的建筑保存起来很难，遇到火灾很容易付之一炬，这也就是石宝寨如此珍贵的原因。石宝寨能够屹立于长江之上这么长的时间，的确不愧为江上明珠。纵观石宝寨，整个建筑没有一个铁钉。其实这个寨楼原来有9层，寨顶古刹名叫天子殿，隐含9重天之意。顶上3层是1956年修补建筑时所建。下面我们再看看石宝寨的地理位置。目前的石宝寨处于长江之中，四面被滔滔长江水所包围，但是水为什么没有淹没寨子？是因为国家在长江水位上升前进行了抢救性的保护工作，在寨子周围修建了50米高的水泥挡墙来保护山寨，其中向地下深挖了30米，又在地上建了20米，共50米。完成这一伟大的保护性工程，石宝寨重新亮相于世人眼前。此时，在巨型围堤环绕下，石宝寨成为长江上唯一一处大型的江中人造盆景，享有长江小蓬莱的美誉。从空中看，给人如诗如画般感觉的石宝寨，整个下部山体都淹没在水中，而保护工程恰如一个巨大的椭圆形巨盆，中间的石宝寨就像一个漂浮在江中的巨型盆栽。这就是石宝寨的奇异之处，也是石宝寨吸引着中外游客最大的原因。从石宝寨之前的图片来看，寨子下有很多的民房，当时的石宝寨还是一个山寨，可惜现在这些民房都已经沉入江底，石宝寨也变成了一座长江之中孤零零的水寨。在石宝寨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石宝寨有一处鸭子洞，这是坐落在山顶的一个洞口，看起来像是被关闭的一口井，但是听说此前这洞口总是云雾缭绕，大家对它很是好奇，想知道它究竟通往何处，所以就选了一只鸭子，在它腿上做了记号，然后放到洞中。没过多久，这只有符号的鸭子就出现在长江之上，正好说明这个洞口和长江直接相连，而这个洞口之后也被称为鸭子洞。目前的石宝寨有2种方法可以参观，一是走陆路，可以在石宝寨一侧石宝新镇下车，步行经过连接镇子与石宝寨东端的天桥参观；二是在石宝寨临江一侧码头登陆，直接经过前寨门进入寨楼参观。离开万州大瀑布后，一路走了很多小路，我们还是没能赶在石宝寨关门前进入景区，只能用无人机来观看这个让世界惊叹的建筑。现在景区已经关门了，没办法看到，还是航拍一下吧。这个叫什么三峡库欣长江盆景，这就是石宝寨的一个全景图啊，还有鼓炮台，我刚没看到，没拍到。它肯定小也比较低。对，但寨楼是很厉害的，能看到。对。然后我们景区在这儿，要过一个桥，关公墙、鼓炮台、刘米石。看它的小别名叫做什么江中盆景、长江小蓬莱。哎，真的，他这么一说又很像那个蓬莱仙岛。对，也很像一个盆景啊。对，走。
这是景区的大门啊。是的，关了，关了。石堡，哎，是，可以看一下。好可怜的两个人。石堡寨，哇，去不了喽。走了。